新編奉正聽之許晏，現今的縣制就好比古代的國家世書，在周代有專門的外史負責掌管四方各地的校史，小師則負責記錄各個諸侯國的歷史，還有命為巡防事的官員負責引導各地的政務兵長管上上下下的記錄。古代的地方制度是由史官來統領的，所以職通常也被稱作史。到了春秋時期，各個諸侯國都有自己的史書，比如晉國的讖、楚國的討吳、魯國的春秋，這些全都是史書。從秦乙時期開始，這書裡說變得非常興盛。一代太史公司馬遷所寫的史籍一書，包含了本紀、世家、列傳、年表共130篇，單位都缺少了地理志。直到後來扶風君的班固撰寫藝術史，才開始真正設立了地理志。據記載，在乙成帝時期，劉襄曾簡略的劃分國天下地域，丞相張禹也曾派鷹傳，忍着趕去梳理各地的風俗習慣，但當時研究的還不夠透徹。後來唐代李延壽編寫的南史和北史，也偶爾又確實不夠完備的地方。宋代司馬光撰寫《子之通鑑》時，依然把沒有編寫指數作為一大遺憾。他認為這會導致好幾個朝代的制度變革都被埋沒而無法被後人看見。由此可見，地方只是用輔助正式的，兩者互為表裡，必須要寫得詳細且準確，這是非常明確的道理。不過，寫歷史記錄最可貴的就是要符合事實，寫出來的東西一定要對後世有用。乙代的地理和風俗記錄，因為年代太久遠，已經沒法詳細考證了。唐代的元和郡縣志是目前現存最古老的地理指數。如果要論言反收錄人物、名勝故跡以及詩詞體用，那就屬宋代樂師編寫的《太平寰宇記》最為豐富且龐大。如果要淪落列駐郡州府、京城周邊地區的人口和山川地貌，則是宋代王存編寫的《元豐九語志》最為精準核實。其他的比如吳郡志、信安志、用錄、齋城等記錄各個地方的指數，都被公認為是極好的版本，完全可以和正統史書一起流傳後世。然而，回顧漫長的歷史，能寫出這種好書的人寥寥無幾。適合古代的寫法，放到今天未必能完全讓人信服。因為地方志的題材雖然起源於史書，但它的核心意義確實以儒家經典為準生的。比如寫天文形象，就等同於以金額的範疇；寫政務管理，就等同於尚書的範疇；寫民間的婚喪嫁娶和風俗習慣，就等同於史經和禮記的範疇。而在這其中，對人物和事件的刪減、讚美與批評，全都是以春秋的精神為根本。用史官的筆法，同時還要兼具研習儒家經典的學問來編寫這本書，這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所以說，地方志的題材就像是史書一樣，它們的不同之處在於，史書記載的是全天下的大事，而地方志只關注某一個角落。只要不是發生在本辖區內的事情，就絕對不寫。是書記載的是某一個朝代的事情，而地方志則是從這個地方簡稱開始，一直寫到今天。只要是發生在這片土地的事情，按規定都要寫進去。無論是兼職的演變歷史、形象的吉凶徵兆，還是關愛山脈、道路歷程、風土人情和物產資源，全都要準備齊全。這裡的經濟財政、軍事防禦、祠堂祭祀、陵墓墳地，全都寄托在書裡。文人墨客、縣的女子、手工藝人，甚至神仙和出家人，也都羅列其中。地方上的利益和弊端在這裡留存，得失在這裡顯現，全人相山和懲治罪惡的道理也寄托在這裡。如果沒有地方志可以查閱，那麼過去行建、改革和變通的原因就無從考證了。那些山川雲雨出的傑出人才、忠臣小子、烈女義士，
以及那些品德高尚且擅長寫文章的人，時間一久也都會像雜草一樣被徹底賣沒。我們還能拿什麼來證明這裡的文化底蘊，並以此來養成良好的民風呢？正因為如此，寫地方志，文字如果太多就會顯得雜亂，太少又會顯得簡陋。如果只是抄官府的文件，就會顯得空洞且不接地氣。要想讓每一種題材都恰到好處，真的很難。從古至今，那些被稱作名家作者的人，大家都受推名戴康海邊寫的《蜈蚣縣志》，因為他寫的東西裡面沒有誇大其詞的讚美，所有的時間都會歸到了真實情況，而且書裡的表揚和批評完全繼承了《春秋》這部經典的深意，確實是一部對事道教化非常有用的難的好書。風箏這個地方地處遙遠的塞北，這裡的師兄為了闊，一望無際。從清代一直到明代，這裡幾乎沒有一天不打仗，戰馬嘶鳴，烽火連天。即使在前朝，這裡也還被看作是黃兩片皮的未開花之地。自從我們神聖的大清朝統一了華夏大地，中原和外邦成為了一家人，國家開疆拓土，這些偏遠的基地也都一起納入了國家的版圖。所有蒙古各部和藩屬國的首領，沒有一個不接受朝廷的冊封，像臣子僕人一樣效力。正因為這樣，如今士兵們在秋天不再需要防備敵人的侵擾，農民們也能在夏天安心的除草種地，大家享受着皇帝私域的太平盛世，甚至都不知道報警的烽火長什麼樣了。這是多麼美好的事情啊！看看天下各個州縣都有自己的地方志，唯獨我們風箏欠缺。沒有這本地方志，再好的人才也會像沒用的臭椿樹一樣被忽視。幸運有各位像神明，是拿起了筆墨來做這件事。他們制定了編寫的規則，四處搜集散落的文獻，整理會變成了這本新書。書裡往上追溯到了一代和尾代，一直寫到我們現在的太平盛世。不管是知識分子流傳下來的文雅風範，還是古老家族遺留下來的傳統習俗，往下甚至記錄到了普通人家、街頭巷尾的平民百姓。只要是他們的行為能夠彰顯良好的風氣，能夠給老百姓樹立榜樣的，編寫者們都會仔細地梳理篩選，按照寫史書的標準來決定那些該寫，那些不寫。大家經過了整整5年的努力，終於完成了這本書與我們風箏的完整書籍。風箏社聽到現在已經200多年了。誰說辯賽只有晃亮，不能談論文化文章和功勞節操呢？現在這本圈書終於寫成了。從簡直的演變中，我們能看到古王近來的形帥；從山川的疆域中，我們能看到地理形勢的現要；從任務和官長治理中，我們能看到老百姓積極向善的風貌；從賦稅和徭役的輕鬆中，我們能體會到國家減輕老百姓負擔的恩澤；從優美的風俗習慣中，我們能看到狡猾正在慢慢普及擴大。而且，看看現在的軍事防禦、驿站、軍營和堡壘的設置，以前那些作為屯兵防守的地方，現在都變成了繁華的城鎮；以前被稱為邊疆危險地帶的地方，現在都被看作是安全的府邸了。這也讓我們看到歷代皇帝傳承下來的恩德和交華，深深地滋潤着中原和邊疆，大家享受的福期間只超過了堯舜和夏商周3代。既然這樣，這本書的寫成應該足以讓今天的人心服，並流傳給後人了。難道是這片土地上磅礴大氣的精華淤積了太久，直到今天才舉集顯現出來嗎？還是說早屋主一直在等待這樣一個時機呢？這是何等的幸運啊！莊子曾說，腳印是因為鞋子踩過才留下來的。如果我們非要踩在酒的腳印上，僅僅計較於每一個細節尺寸的吻合，那我們怎麼知道
未來的文化成就不會比今天更加輝煌呢？今天我們所編寫的地方志，僅僅只是個草創的初稿罷了。難道就能說這是一本完美的地方志了嗎？至於以後如何再去潤色修改，那就要等待後人了。這就是我寫的序言。清光緒7年，也就是辛巳年秋季9月，奉禛立誓同知的譜摹撰寫。奉正聽新之編寫規則20條。第一，編寫地方志的根本，源於《周禮》中記載的紙房事、小詩賀文泰師的職責，目的就是為了留下真實可靠的歷史記錄。我認為，我們山西省的生支是遵循了國家一通制的格式，而奉正亭隸屬於大同府，大同府有隸屬於山西省，所以我們這本紙書理所當然應該以生紙為模板，因為生紙保留了古代晉國師蜀稱的一風，和傳承了古代史官洞戶和司馬遷那種鋼織補阿的筆法。它是後世地方志的鼻祖，它的意義非常端正，文筆極其兼急卻不粗俗。我們今天編寫這本新志，就是拿它作為楷模，以此來遵循古代的優良章法。第二，劃分形象區域，辨別邊界領土。如果沒有地圖作為參考，怎麼能看清地理形勢的險要？怎麼能觀察吉凶徵兆，從而制定出管理地方和順應天時的計劃呢？所以我們專門繪製了地圖，並配上了詳細的解說，這樣既方便大家觀看瀏覽，也能為將來的修繕和翻審提供資料。第三，評選當地八景這種名目，最早是起源於湖南小巷一帶，後來全天下的指數都在模仿這種做法。我們這次也是根據舊的指數進行考證，重新增加並寫入了新的八景。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讓那些不了解這裡的人知道，即便是這種荒涼的邊疆地帶，也是有魅力的名勝風景的。四，關於對營天上的形象區域、歷史沿革以及皇帝巡視的記錄，以前的複製裡已經寫得非常詳細了。我們這次全部照抄了舊有的記錄。這主要是因為奉正本地的文獻資料實在太缺乏，我們根本無從去考證真偽。我們不敢去生搬硬套、牽強附會，免得誤導了後人，留下笑柄。第五，我們的領土邊界和城池經過了一次又一次的開拓，那現在和過去相比，那差別實在是太大了。至於本地的風土人情和物產資源，以前的複製通常寫得非常簡單粗略，但在這本新書裡，我們把這些內容記錄得非常詳細明白，全都是基於真實情況的記載。第六，關於山川和古蹟，以前的舊指書都是東拼西湊抄來的文章，今天我們把那些內容稍微做了一下刪減和修訂，放在了前面。然後我們又去查閱了《山海經》《水經注》《異同志》等古籍，找到了確鑿的證據，在後面增加了更加詳細的考證，這樣可以讓讀者們互相印證舊錯，來決定到底是該懷疑還是該相信。第七，大同這個地方，在清代叫雲中郡，唐代設立了雲州，也叫雲中郡，五代時期也沿用了這個名字。到了石井堂建立的後金天復元年，這塊地方被割讓給了契丹，改名叫雲中縣。後來在宋徽宗宣和5年，這裡回歸了宋朝，改名調雲中府。到了明代宣德元年，在豐州的西南面修建了雲川城，後來又搬到了大同城裡面。這樣一來，豐州和盛州之間的地方就成了古代的老雲中，而我們奉正就成了新雲中。這兩個概念最容易搞混，所以只有那些能拿出真憑實據，證明和奉正確確實實有關的人物和事跡，我們才敢收錄到這本紙書裡，絕對不敢隨便亂寫。再比如圍珠海、圍珠口這些地方，現在其實是在駐院廳的管轄範圍內，位於居門堡之間，所以這次我們就不把它們寫進奉正亭的紙書裡了。
至於像古長城、百島圈、飲馬長城庫這些有爭議的歷史古蹟，我們都在古蹟篇裡做了詳細的辨析，絕對不敢把它們混為一談，必須清清楚楚地區分開來。我們夏區內居住的老百姓成分很複雜，有異人、耆人、蒙古人、回族人以及外國人。有些靠近草原的待居住的人不懂得利益教化，經常因為喝酒、賭博或者男女作風問題產生一點小矛盾，就去尋仇挑釁，最後釀成兩天動地的大命案。但是地方志和純粹的歷史書不一樣，歷史書是根據事實直白的記錄，無論是好事還是壞事都要寫出來。而地方志的初衷是為了表彰善良，在社會上樹立良好的風氣。所以這本書裡沒有記錄那些惡劣的案件，絕對不是我們在故意隱瞞什麼，而是我們要遵守編寫地方志的規矩和體例。第九，學校使用來培養人才的，廟宇祠堂使用來尊崇祭祀傳統的。但是像空廟、朝中祠、紀年名臣的祠堂、紀年鄉間縣人的祠堂，以及表彰街坊小子的祠堂，還有官方的學術和書院，到現在為止，我們風箏都還沒有建設，所以我們只能暫且空找不寫。雖然本地其他的祠堂廟宇記錄挺多的，但我們只收錄正規的佛教寺廟、河道教道觀，那些不正規的因此邪教我們絕對不寫進去。至於醫學，現在也是名存實亡了，所以相關方濟師的探台遺留下來的一種，以及收容窮人的養濟園，我們都只是附帶寫在建築片的最後面，以此來保留豐說日發亮濟師的傳統利益。第四，分門別類，是為了把事情說得更詳細，但是因為太詳細了，為了讓讀者用起來覺得精煉有條理，我們把那些名稱和意義相近的內容全都歸攏到了一起，附在各個卷目裡面，不再去細分那麼多的卷冊，免得互相交叉，弄得亂七八糟。第十一，審查和試資料絕對不怕精細詳細。什麼叫實錄呢？就是確實可信的事情必須要傳給後人。如果有疑問、內不準的地方，逐可空找不寫。我們不想把有疑問的事情當作真實的事情傳下去。如果寫出來的東西被世人懷疑，那反而會讓世人更加迷糊。我們這麼做，就是為了推崇地方志嚴謹的題材，展現歷史的真實可信。第十二，編寫地方志的目的，是為了彰顯那些原本默默無聞的忠臣小子的光輝事蹟，從而振興未來的社會風氣。